罗英子因被留名贷款的银行举报涉嫌诈骗，被警察带走。最欢乐的人就是韩之通，不但在办公室手舞足蹈，还立刻去找各个律所合伙人煽风点火，要求召开合伙人会议，把罗英子严肃处理。可惜韩之通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方力宏不仅没有开除罗英子，反而放言，只要警方没给罗英子定罪，律所都要保护自己的律师。表面上看起来，方力宏是在保护自己的当事人和律所员工罗英子，实际上他心中也有自己的小盘算。方力宏力挺罗英子。第一，罗英子是因为被举报涉嫌诈骗而被警察带走。一个律所的创始人要是给一个诈骗犯代理，不仅会显得他特别无脑，还会显得他没有大格局。这里的大格局很重要。客观地说，韩之通能做到刑辩部的主任，说明他的业务能力是很强的。剧中也给我们呈现这样一个问题，涉及到刑事案的律师代理费比普通的民事案和离婚案代理费高很多。韩之通把未同人离婚案抢走，鼓动律所合伙人给方力宏施压，让他开除罗英子。这两件事都是韩之通在背后联合律所其他合伙人。韩之通为什么一撺掇，律所其他合伙人就立刻响应了呢？最大的原因不过是平衡。良城律师事务所是合伙人制，老大是方力宏，老二是陶正，老三就是韩之通。律所其他合伙人就是小虾米，老大和老二联合阵营，老三和其他小虾米联合阵营，维持了律师事务所的平衡。韩之通是不服方力宏的，一直想上位。他的业务能力优秀，和方力宏最大的差距就是少了大格局，说白了就是人品和法律人的底线。这也是他没办法坐上律所头把交椅的最大原因。一旦罗英子被证实真的有诈骗行为，那么方力宏在律所头把交椅的位置也摇摇欲坠。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只要法律没有判定当事人有罪之前，当事人都是无罪的，因为每个人的判断都具有主观性，法官也只能做到尽量客观。这也决定了律师可以随意接案子，不管当事人是好是坏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个大律所的带头人，一定是有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的，知道什么案子可以接，什么案子不能接，作为法律人的底线不能丢，否则律所口碑差了，最终影响的也是所有合伙人的利益。方力宏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要力挺罗英子，并且想方设法把她捞出来，同时警告韩之通不要到处上蹿下跳。第二，上位者的平衡心术。方力宏虽然不是很喜欢罗英子的性格，但更加讨厌韩之通。方力宏也很怕自己这个前浪被罗英子和秋华这两个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但目前只代理了几个案子的罗英子和秋华，对他的威胁远远比不上韩之通所带来的威胁大。毕竟韩之通可以联合律所除了陶正以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起反对他。罗英子手上有韩之通承认自己性骚扰秋华的录音，如果方力宏不救罗英子，那么律所就没有了可以制约韩之通的人。第三，罗英子和梅大良关系匪浅。从韩之通的口中可以得知，方力宏和梅大良夫妻一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梅大良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包括她的丈夫入狱，方力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他扮演的一定不是什么积极的角色。从韩之通的只言片语，还有律所所有人对梅大良的讳莫如深，以及梅大良对方力宏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推断出来，方力宏留着罗英子也是希望有朝一日在梅大良的事情上他能有所作用。方力宏让夏书加入罗英子和秋华，看起来方力宏很矛盾，一面帮罗英子和秋华，一面又把夏书送过去给他们添堵。实际上这才是方力宏下的最大一盘棋，因为夏书进可攻退可守，涉世未深又未经过社会毒打的夏书心思单纯善良，许建设的案子上他果然又犯了个大错误。马丽丽利用夏书的同情心，让他给许建设带了一封信。本来已经开始信任罗英子和秋华的许建设以为他们提出的让他赔偿受害人来获取减刑的方案是在害他，离间了许建设和他们的关系，使他们失去了代理权。不过罗英子和秋华也因祸得福，因为即便许建设继续让他们代理案子，
马丽丽也不会同意，毕竟马丽丽一开始看上的就是许建设的几套房产。对马丽丽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他们撕破脸，不交那50万代理费。反正在牢中见不到马丽丽的许建设，也不会知道前妻的这一切筹谋。与其和这样一个用心险恶的委托人周旋，罗英子和秋华还不如用尽全力打罗英子的离婚案和刘明温丽的诈骗案。其中夏书尽可攻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以罗英子和秋华的能力，他们上位是必然，把夏书安排在他们身边，可以让延长他们上位的时间，可以让方力宏有足够的时间来想制衡他们的办法。而夏书在一次无意识地害了罗英子他们后，一定会心生愧疚，反而会更加尽心尽力帮助罗英子和秋华。果然，罗英子没有去银行抵押贷款的视频，就是夏书从陈硕的电脑中找到的，罗英子涉嫌诈骗的嫌疑才被洗脱。夏书虽然是心思单纯的官二代，但毕竟是在国外拿到了学位和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并且在郭玉的性骚扰案中，不仅是他找到了关键证人夏琳琳，还是他找到了杨伟达所资助的学生名单，所有被杨伟达性骚扰过的女学生联合上诉，杨伟达最终才被定罪。这足够说明夏书的能力不比罗英子和秋华差，只是因为夏书官二代的头衔以及他自己对职业生涯不重视的原因，被律所所有人忽略了。如果夏书有一个好老师来带他，也一定会成为好律师。而目前罗英子和秋华恰恰就成为了那个最合适的老师，而夏书又有父亲人脉的加持，不愁案源，假以时日，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人一定会成为最佳拍档。夏书退可守的价值就更加实际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个人强强联合，为律所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方力宏作为创始人的股份不会变，照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与其让别人上位，还不如让他们上位。最坏的结果只是被分权了而已。就像陈无良未必无良，罗正义未必正义，方力宏也未必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律师。人性就是趋利避害的，无所畏惧。最大的亮点就是他塑造出来的人性是多变的，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这也是现实生活里的真相。